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11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分析：马克龙与舒尔茨的简单直接访华不同。中共20大上，习近平打破传统，开启了第3个任期，急需西方主要大国站台支持。这就开启了一个马克龙访问中国的时间窗口，但是最终是德国的舒尔茨捷足先登，且拒绝了与马克龙同行。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习近平当时仅仅想用巨额订单换取西方大国的站台支持，不想涉及俄乌战争等复杂深层次问题，而马克龙访问优先考虑的还是停战。半年以后的当下，马克龙的转向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中国担心美国借俄乌战争后团结起来的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与中国脱钩，急需在这些国家之间打上一个扎实的楔子，从而为换届之后的经济工作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作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且被 AUKUS 背后捅过刀子的法国，显然是拉拢的首选。这就让马克龙不再是丧家之犬，有了可以交换的筹码。而此前不久，习近平刚刚访问了俄罗斯，签署了大量的经贸协议，使得未来习近平在影响俄乌战争中有了更坚实的抓手。这正是急于停战的马克龙所在意的。有了实实在在可以交换的利益，马克龙的访问就变得水到渠成了。马克龙此行也听从其务实的幕僚的建议，一方面向中国获取了大量的采购订单，最大可能将自己转向的经济价值迅速套现；另一方面，安排了一些非官方、非正式的活动，与中国各阶层接触，谈经济之外的话题，将巨额订单背后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冲淡。同时，也安排了与习近平长时间的私下沟通、晚餐，建立私人关系，以及与习近平一起到北京之外的主要城市走走看看，变相为习近平站台，而不是像舒尔茨那样简单直接访问北京，甚至没有在北京过夜。处于脱钩焦虑之中且在乎面子的习近平，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还会为马克龙送上经济大礼包。冷战的终结，马克龙与习近平正在改变世界局势系列之2。本文作者李子君，国际关系学者，中国简报特约分析专家。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陷入中央地方两难。金融时报：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监管在3月份进行了改革。此前，数千名愤怒的储户发现4家本地银行冻结了400亿元人民币 61.7 亿美元的存款后走上街头。整顿河南乱局的监管者不仅发现了长达10年的欺诈踪迹，而且还发现了金融监管机构本身的腐败行为。中国的答案是上个月公布的监管改革。他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来监督除证券业以外的所有金融活动。理论上，新局将成为确保金融稳定和消费者保护的强有力的管理者，让中国人民银行专注于传统的货币政策。许多内部人士称赞改革是一项进步，它旨在弥合监管失误，并更快地应对指定风险。改革后的系统也更接近全球规范，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分开。但批评人士表示，新制度仍未能解决系统中最大的缺陷。当当局确实不得不介入处理陷入困境的金融公司时，损失分配的明显瀑布。监管改革后，地方和中央机构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恶化，因为中央当局将不可避免地迫使地方当局承担所有财务成本。高级外汇监管官陆磊在最近的一次论坛上告诉记者，中国央行有一个工具箱来应对可预测的风险。但正如瑞士财政部长卡林·凯勒·萨特 Karin Keller-Sutter 承认的那样，在真正的危机中，资本缓冲和对银行业风险的限制是不够的。金融风险处置仍然是监管体系的薄弱环节。一位中国银行业高级监管人员表示，澳大利亚暂停世贸组织针对中国大麦关税的诉讼。美联社：澳大利亚已暂停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申诉，希望此举能为澳大利亚大麦重新开放中国市场。自从前保守党政府呼吁调查 COVID-19 大流行的起源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 80% 的关税以来，中国市场已对澳大利亚大麦关闭3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现任政府已与中国达成协议，为解决澳大利亚大麦争端创造了途径。他还表示，在澳大利亚暂停 WTO 争端的同时，
中国人已同意在3-4个月内审查他们对谷物的关税。如果中国在审查期结束时不取消关税，争端将在世贸组织重新审理。据估计，官方和非官方贸易壁垒每年使澳大利亚出口商损失140亿澳元，105亿美元。中国是否在缅甸岛屿上建设设施以监视印度基地？南华早报卫星图像显示，缅甸已经升级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可可群岛的军事基础设施。该群岛位于孟加拉湾附近，距离印度空军和海军基地所在的印度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55公里。图像显示，该岛已经实现了显著的现代化，并且有一些设施似乎表明缅甸正在将该岛用作军事装备的监控中心。专家表示，中国很可能帮助缅甸在岛上建设军事设施，因为中国在过去30年一直在可可群岛开展活动，并且是唯一与缅甸军政府有接触的国家。如果有证据表明中国参与其中，可能会加剧该地区与印度的紧张关系。缅甸的军事统治者在2021年2月的政变中夺权，此后遭到国际社会许多人的排斥，军政府受到了广泛的制裁。在政变之前，印度一直与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保持密切联系，但自军方接管以来，两国之间几乎没有接触。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在印度洋周边站稳脚跟，包括收购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港口，以及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使中国在该地区占据优势。拜登在国外面临尴尬谈判，美国情报泄露。彭博社，美国机密文件的泄露引发了该国盟友之间的外交对话。这些文件揭示了美国间谍网络对其盟友的影响范围。对于一个已经面临对其监控技术的批评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尴尬。这些文件自周三开始流传，虽然官员们仍在评估泄密的程度，但外国官员强调了事件发生的不利时机。最近，乌克兰一直在与俄罗斯开战，乔拜登总统将于4月底会见英国领导人，并将接待他的韩国总统。韩国是对抗中国的重要伙伴。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对情报泄露感到担忧。在过去10年中，美国遭受了2次重大机密信息泄露事件，现在披露的信息引起了美国盟友的关注。华盛顿现在也面临着削弱国际和国内对乌克兰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的支持的风险。一些共和党人呼吁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然而，一位官员指出，先前对乌克兰前景的负面评估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泄露也可能伴随着一些夸张。纽约时报指出，发布的文件被更改为低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伤亡人数，并夸大了乌克兰军队的伤亡人数。这凸显了人们对虚假信息的进一步担忧。这种信息早在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前就一直困扰着美国。Twitter 的所有者、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也回应了有关美国政府撤下泄露文件的报道。他说，你可以完全从互联网上删除东西，效果很好，不会引起注意，无论你试图隐藏什么。对自己的职业感到焦虑和压力，中国年轻人涌向寺庙。南华早报，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寺庙已成为年轻毕业生的热门目的地，他们正在从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解脱出来。许多年轻人在感到失望或筋疲力尽后退出市场，希望休息一下并重新评估自己的道路。此外，中国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去年达到 17.5%， 今年首2个月升至 18.1%。16至24岁的年轻人经常是大流行期间失业的重灾区。年轻的毕业生纷纷涌入寺庙，希望过上更轻松的生活方式，在寺庙做义工，参加讲座，以获得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持。虽然以前很少去寺庙参观，但自2023年初以来，最近的旅行数量激增，数字商店出售猪手链和香炉等纪念品。专家声称，许多年轻人正在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以及更大的自由来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前几代人所没有的。据参观过的年轻人说，对寺庙生活的新兴趣反映了年轻一代更愿意和更开放地寻找符合他们价值观的精神道路。庙宇风潮甚至引起了官方媒体的注意。一篇文章称，年轻人出于对生活压力的恐惧而转向神社。与西方宗教中的一神论实践相比，这一趋势也凸显了中国人对宗教的务实和功利态度。马克龙争取海牙，推动更大程度的欧洲外交政策一体化和共同支出。彭博社，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正在荷兰寻求支持，以增加欧盟的联合支出，加强对欧洲技术和工业产品供应的控制，并在他试图进入中国和中国之间的中间地带时，培养对于美国关系的一定程度的怀疑。美国，马克龙将发表演讲，强调欧洲经济主权的必要性以及天真和过度依赖美国的风险。自6年前上台以来，马克龙一直在推动更大程度的欧洲外交政策一体化和共同支出。他反思了1960年代从戴高乐开始的一种长期存在的法国方法。尽管被视为市场掠夺者，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改善了与马克龙政府的关系。
两国计划明年达成防务协议。预计在如何回应美国促进清洁技术的要求方面会出现分歧。法国敦促欧盟提出更多共同资金，以与拜登的援助计划和更便宜的能源竞争。德国也将成为共同融资的重要倡导者。在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下，还将讨论将荷兰公司 ASML Holding NV 的机器出售给为半导体公司提供尖端设备的中国。马克龙旨在促成一项协议，以促进法荷合作和本土技术解决方案。他将与 ASML 合作的法国半导体公司 STMicroelectronics NV 和技术提供商 Atos SE 的代表一起参加技术和创新圆桌会议。中国互联网巨头、初创企业纷纷加入 ChatGPT 行列。日经亚洲，在中国的人工智能淘金热中，包括行业巨头美团、点评在内的中国公司正在寻求收购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初创企业。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宣布个人投资5000万美元投资中国版的微软支持的 ChatGPT。而由去年从美团退休的亿万富翁创立的光年科技上个月收购了北京一流科技。其他几家公司也开始开发使用最新人工智能系统的聊天机器人。在中国日益依赖技术的社会中，对聊天机器人模拟人类对话的程序的需求正在增长。但是，尽管政府推动该行业生产最好的人工智能系统，但该行业很难留住人才。许多有前途的企业家、学者和开发人员去了硅谷或其他海外公司，在那里他们获得了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自由。随着通胀降温，商汤科技上涨，股市因中国刺激措施压住而上涨。南华早报有关中国内地上月通胀降温幅度超过预期的报道，点燃了内地政府加大刺激措施的希望，推动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9%。上涨的科技公司包括阿里巴巴，上涨 2.7% 至100.40港元，以及商汤科技在推出新产品 SenseNova 后上涨 0.9% 至3.36港元。Goldman Sachs 敦促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在纽约和香港注册的股票，而不是中国大陆的在岸期权，后者表现不佳。沙尘暴危险污染重回北京。路透社，沙尘暴将于周三袭击北京及周边地区，天气预报员警告市民注意呼吸道风险和极低的能见度。蓝色天气警报已经发布，标志着中国4级颜色编码天气警报系统中最不严重的警报。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近几十年来沙尘暴的激增。一位政府官员表示，这个数字是1960年代的4倍。随着军事演习结束，中国试图安抚台湾企业。彭博社，中国高级官员王沪宁告诉台湾高管，尽管中国正在进行军事演习，但仍欢迎他们穿越海峡。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官员公开表示，将努力确保台湾同胞和台湾企业愿意到大陆投资，融入大陆发展，在大陆繁荣。在中国结束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并向台湾周边地区派出91架人民解放军飞机和12艘军舰之后，中国做出了保证。中方承诺会努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但绝不会容忍台湾搞独。台湾企业出于政治原因在大陆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例如在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北后，2020年夏季部分产品暂停进口到中国，包括鱼类、水果和建筑用沙子。这是25年来在座演讲者的首次访问。因此台湾企业近年来减少了在中国的新投资，因为他们通过分支机构来实现制造地点的多元化。到2022年，台北政府允许的在中国的投资减少到略高于50亿美元，明显低于前10年。阿里发布类似 GPT 的人工智能产品。路透社，阿里巴巴发布了一款人工智能驱动新产品，该产品将集成到公司的所有业务应用程序中。该工具最初集成到钉钉中，最终将在整个企业中传播。除了总结会议记录，它还可以起草商业计划书和电子邮件，还将被添加到公司的天猫精灵语音助手中。正如之前透露的那样，在最近于香港举行的阿里云峰会上，该公司希望推出 ET Brain 人工智能平台作为其智慧城市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北京模拟袭击，日本敦促台海和平。日本时报，日本在日中高级官员会谈中强调了台海和平的必要性。此次会谈以东海有争议的水域为中心。此前，中国在台湾附近进行了为期3天的军事演习，以回应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期间，他会见了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会议期间，日本强调避免在该地区发生冲突的重要性，同时对中国在日本附近的军事活动及其与俄罗斯的合作表示担忧。东京还敦促北京在日本海域以外维持其海岸警卫队船只。日本和中国官员在海上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上举行会议。近年来，由于大流行，会谈主要在网上进行。这是在2019年5月举行的一次面对面会议之后举行的。周一，两国国防当局商定了一条热线电话，双方一致确认了他们对联合天然气勘探的承诺。
中国太阳能材料制造商考虑在海外建厂以绕过美国贸易壁垒。南安华早报，中国太阳能材料公司 GCL Technology 正在考虑向欧洲或中东扩张，以规避来自美国的潜在贸易限制，并获得廉价的绿色能源。美国的贸易壁垒可能会影响太阳能电池板和材料的来源，并最早在2023年年中导致关税。GCL 希望通过在海外建立生产设施来避免这种情况，而国际化举措将使希望从亚洲搬迁的潜在太阳能电池和面板客户受益。GCL Technology CEO 表示，其中东生产工厂将使用绿色能源，使公司能够向欧盟供货。欧盟将从2026年起对碳密集型进口产品征税。该公司已将粒状多晶硅产量提高6倍，使用节能方法，占去年总产量的 43.5%， 并计划今年将粒状多晶硅产量提高到22万至24万吨。这家中国公司正在中东或欧洲探索工厂地点，以利用更便宜的电力，并避免可能影响太阳能电池板和材料来源并导致关税的潜在美国贸易壁垒。该决定是在华盛顿初步决定对从主要中国公司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新关税之后做出的。这些公司被认为通过在东南亚完成其产品来规避关税。GCL 有能力为欧盟提供高效、低碳足迹的太阳能材料，因为它已经使用绿色能源实现生产，以减少客户产生的碳税。汇丰银行分析师预测，到2024年，协鑫的制造成本将降至每公斤30元人民币，而最接近的竞争对手通威集团为38元人民币。台湾前领导人的访问鼓舞了中国，但有可能在国内遭到强烈反对。日经亚洲，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最近对中国进行为期12天的访问，揭示了台湾2个主要政党对北京采取的2种不同的态度。来自反对党国民党 KMT 的马云强调了台湾人民的中国民族传统，以及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统治下的台湾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属于同一个国家的论点。然而，台湾执政的民进党 DPP 拒绝这种观点，并对中国采取更加谨慎的立场，担心这种关系可能对台湾的自治和民主产生潜在影响。另一方面，国民党传统上倾向于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实施一个中国政策。马英九在2008年至2016年担任总统期间与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导致两国经济和商业联系更加紧密。然而，他最近的访问凸显出对这种做法的支持可能正在减少，不仅在年轻一代的台湾选民中如此，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如此。中国消费通胀复苏不平衡触及18个月低点。路透社，由于食品价格低迷，中国3月份消费者通胀上涨 0.7%， 为2020年9月以来的最低增速，这表明经济复苏不平衡导致需求持续疲软。与此同时，生产者通货紧缩加速，价格连续第6个月下跌，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2.5%。国泰君安国际经济学家周浩表示，3月份通胀报告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过程中，货币政策放松以刺激需求的空间更大。美国众议院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对特斯拉在中国的交易感到担忧。南华早报，在特斯拉宣布在上海建立 Megapack 电池工厂后，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共和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对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对中国的依赖表示担忧。该工厂最初将每年生产1万辆，相当于约40 GWh 的储能，以补充现有的上海电动汽车工厂。去年，中国工厂提供了特斯拉全球产量的1半以上，而中国占该公司总收入的1/5以上。分析师表示，美国政府对特斯拉的支持将有助于减轻该公司对中国的依赖。加拉格尔上周会见了包括苹果、Alphabet 旗下谷歌和迪士尼在内的科技公司，讨论他们在中国的交易。他表示，他希望与特斯拉和其他公司接触，但建议如果调查受到阻碍，可以传唤高管作证。他拒绝讨论委员会即将举行的听证会，但表示时间紧迫。台湾总统谴责中国不负责任的演习。半岛电视台，台湾总统蔡英文批评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为期3天的军事演习。军演于4月10日结束，但台湾国防部于4月13日表示，8艘船只继续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在蔡英文访问中美洲返回台湾期间，中国开始了演习，模拟了人民解放军 PLA 对台湾的攻击。北京重新开放引发旅游狂潮后，中国旅游业有望实现繁荣。南华早报，复兴董事长表示，在其酒店业务的收入在2023年初几乎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后，该公司计划扩大其全球业务运营和中国的高档度假村。复兴是中国复兴国际的休闲度假旅游业务子公司，预计未来几个月计划旅行的中国游客将激增。该公司已决定为客户将工作与休闲相结合，并通过到2025年在全球新增17个度假村来扩大中国城市度假村的数量。在遭受大流行损失后，其目标是在中国市场推出更多度假村项目。
中国称本土 mRNA 疫苗是加强针首选。彭博社，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宣布，其首个国产 mRNA COVID 疫苗是成年人应该接种的2种首选加强剂之一。另一个新的首选助推器是由总部位于北京的神州细胞科技集团开发的，针对4种不同的变体，包括 Omicron。宣布这一消息之际，中国正试图重新开展政府运动，以提高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据认为，中国80%以上的人口都感染过它，许多外部专家估计有数十万人因疫苗接种不足而死亡。在获得政府允许的紧急使用后，不到1个月就做出了推出和大力推广疫苗的决定。CPSC 注射剂的许可允许在中国使用 mRNA 技术，该技术以前依赖于其他类型的疫苗。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开发了10几种本土 COVID 注射剂，但尚未批准 BioNTech SE 或辉瑞公司的 mRNA 注射剂的申请。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https://6.world